马怀，这么说来，你人还不错，可你掐死了娄青台，这是死罪啊！对了，马怀，我记得你说第一次离开明气店时，正是此番情景。你去明气店行窃，走的也是后院吧？什么行窃？什么后院？你说什么呢？书里记载的很清楚。前次受审，你说昨夜我当值，亥时2刻离开公廨，到明气店最多亥时3刻。我说几句话就走了。对啊。可我问了那日与你一起当值的兄弟，是，那天是牛气长。不，牛大明是他当值。县令可真随和，请一个仵作喝酒。要下雨了，今天应该没什么事了。你盯着点，我困得紧，找个地儿睡会儿。是。你根本不是去睡觉，而是趁独孤阳不在去了明气店。胡说！你有什么证据？你的鞋很新呢，旧的换在家里，还没来得及洗吧？这是从你家里找到的。若不是雨夜去了明气店后院，这鞋上如何会沾有那么多做泥俑专用的粘土？我没有。我为什么要去明气店？为了独孤信多面印。我请你时，你说那宝印害了好几条命了，可直到现在没有人见过，应该根本就是独孤阳信口胡说骗的娘子的，世上压根就没有此物。没想到我在公廨多年，竟也被骗了。你应是跟踪春条时被独孤阳骗的吧？东浩谷算什么东西？他整个珍宝阁加起来都不值我的印。穷仵作竟有这等宝贝！就算我去了，我也没杀人。我之前有说过你杀人吗？你被抓入狱时，根本没有发现娄青台的尸体，而我刚才故意说娄青台已死，你却毫无意外。你才是杀害娄青台的真凶！牛大明，你看看，这是什么？这是我根据青鸟所述画的。牛大明，那日青鸟冒雨前去找阿修，却发现你从后院出来，吓得他连忙跑回了家，这才错过了找阿修的机会。他诬陷我！用刑！独孤县令，别再犹豫了，不用大刑，此贼不会招供。姓徐的，你也落井下石？徐县城所言极是。具体用什么刑，苏某倒可以给你出出主意。还不从实招来！我潜入明气店后，到处翻找，都没有找到那印。忽然听到窗外有动静，谁？牛局长，你来偷东西啊？娄青台，我可以替你保守秘密，但是你要替我主持公道。
把毒死我爹的马环，验尸作假的独孤阳，都抓进来砍头。你做错的事，我就不会说出去。只有死人才不会说出去。罗凌风，厉害呀！现如今你可比在南州的时候强多了。嘿嘿，苏明，你这个代师传艺传得不错嘛。公堂之上，不要说与本案无关之事。哎，卢将军，还请你代为梳理。那天雨夜，零度明7点究竟发生了什么？也好，我就献丑了。那夜，独孤阳负县令之约前来攻县喝酒，春山趁机潜入了明启殿。春山找到了些铜钱，却被后院发生的动静给吓跑了。那正是马怀来送粘土，春山逃了，后院里。马怀与楼青台发生了冲突，不能诬陷独孤仵作。此时下起了雨，马怀离开，而后牛大明潜入，却碰到了楼青台，痛下杀手。马怀却担心楼青台会对独孤阳不利，再返回时，发现了楼青台的尸体，以为是自己杀了人，慌乱间用泥俑藏尸。接下来，是独孤阳回到了明启殿，遭遇了盗墓贼鲁二。何人？故人。我不认识你，可我认识你，都是跟死人打交道的。这难道不能说是故人？你是盗墓贼！之后，你又回到了明启殿。独孤阳为了救你性命，杀了鲁二。那也是他杀的，不是我。而后你与鲁二厮打中丢失了赌具，却因此暴露了行踪。我知你家境原本不错，是赌博害得你穷困潦倒。若不是独孤阳接济，你早就饿死了吧？不知感恩，还试图敲诈，你真是个不折不扣的小人！你可不要激动啊，坐下，坐下，听他慢慢说。他现在在分析案情，说的不一定就是真的哈，不一定是真的。娘，罗凌风，你接着说。而后，独孤阳拿银瓶给春山，让他离开石阳，继而用泥俑藏尸。这时，你又来到了明启殿，因是后悔没有更好地处理好楼青台的尸体，试图试探独孤阳是否已经发现。这么晚了还不回去啊？不怕娘子陪别人睡觉去？哎呀！好吧，又让你说中了。牛大明走后，便是你。董老板来谈生意。我是亥时3刻从家走的，到明启殿最多半刻钟。
独孤阳答应把独孤信多面印卖给我，我欣喜若狂地回家去拿银子，再回来的时候，人就死了。哎，我董浩古的话句句为实。牛大明，你第3次潜入明旗殿杀害独孤阳，到底是为了春条，还是为了那枚印？我没有。事已至此，又有证人更夫钟伯，你还想抵赖？钟伯就是胡说八道。我是又回了一次明旗殿，我也想过要杀了独孤阳，可当时独孤阳根本不在，楼青台的尸体也不见了踪影。信口胡说，那里纸人纸马颇多。即便如你所说，独孤阳当时不在店里，又怎么可能不熄灭灯火？这我哪知道啊！你欲得宝印，更贪图春条美色。杀了独孤阳后，将凶器放到倪勇手中。石阳县本无县尉，但有命案，皆交于你手。你本想用倪勇杀人的说法，将此案蒙混过去。可惜啊，新到任的独孤县令亲自探案，又有远道而来的故友帮忙，你未能得逞。杀一个掉脑袋，杀2个也是掉脑袋，我为何抵赖？独孤县令、徐县丞，卢某只能梳理到这儿。牛大明是否招供，只能看贵县的手段了。身为公谢之人，牛大明，你贪财好色，一夜之间连取2命。来人，拖出去，给我打，打到皮开肉绽，打到他招供为止。是。等一等，独孤县令，何不把钟伯请来，让他与这个牛大明当场对证？若书吏所记无误，前次钟伯已当庭指认了牛大明。你不会是之前受伤，伤到了脑子，忘了吧？忘倒是没忘，但此事关系重大，还是把人请来当场对证更稳妥些。独孤县令，带证人钟伯。钟伯，就是他，就是他害的独孤仵作。不，钟伯，牛大明已经招供，杀人者偿命，你的仇报了。真的？钟伯，您和牛大明有仇？我没有，他就是杀人凶手。公堂之上做伪证，可是重罪啊，钟伯。我死都不怕，只要能亲眼看见，砍下他牛大明的脑袋。姓钟的，我到底与你有何仇怨呢？那日你指认牛大明，当晚我就跟独孤县令又去了一趟明七殿。说谎的人是他。那晚晴朗，月亮又大又亮。
可是我没有看见尸体所在的位置，而你所处却是……仲伯，为何说谎啊？我就是想为阿弟报仇。去年石阳城闹贼，没过几日，我阿弟的尸首就被挂在了城楼下示众啊！荀伯，荀伯是你阿弟，根本不是一个姓儿啊！我二人同为更夫，早已结为异姓兄弟，只因为我兄弟爱喝酒，丢了更夫的差事。你抓不到贼，就拿我阿弟顶替，你认不认？我去年闹贼的案子我记忆犹新。牛大明，你因此还向公谢要了3000钱的赏金。是，又怎样？本来就没什么贼，那些东西都是我偷的，不是已经被他拿走了吗？将赃物呈上来。可到底谁杀了我儿？老人家不急，谜底应藏在仲伯心里。独孤无作，我对不起你啊！你让我只认董浩谷，我却动了私心呐！只认我，什么意思啊？你闭嘴！若不是你欲将独孤信夺免印占为己有，又怎么会出这连环凶案？仲伯，请据实相告吧。好，我说，我阿弟死了以后，我就只有独孤阳这一个朋友了。那时，我又路过明曲殿，想去讨口水喝。牛大明一阵污言秽语，还说春条和董浩谷睡在了一起，被他捉奸在床。哪有的事！刘大明，你无耻！姓牛的，住手！我是喜欢春条，但是我没有你那么龌龊。是我编的，又怎么了？若独孤阳上了当，杀了你，那春条就是我的了。独孤阳还真上了当，可惜仵作不可杀人。仵作不可杀人。仵作不可杀人，仵作只管验人尸，不可害人命。无论因何缘由，犯此规者，当即日自裁。这是行训。为救春山，独孤阳情急之下杀了鲁二。他明知道鲁二是盗墓贼，若及时报案，可免死罪。但独孤阳心中难以违背的就是这仵作行训。他用泥俑藏尸，让春山离开石阳，应是试图掩盖，但杀死了鲁二的独孤阳，被仵作行训逼上了绝境，在精神恍惚中又受了
牛大明编造的那些污言秽语的刺激。苏某虽并未与独孤仵作谋面，但此刻我能感受到他心里的痛。此时董浩古来买印，你来的真不是时候。你把钱都转成银品，今夜子丑相交的时候给我送来。今夜就要？没钱就算了。不，你等着，我去取。此时独孤阳处于精神恍惚之中，但是他要去做一件事，做一件对他来说很重要的事，所以他在离开冥器殿的时候，并没有熄灭烛火。而牛大明第3次来冥器殿，发现殿里根本没人。哎，苏无名，那独孤阳到底做什么去了？唉，老人家，独孤阳将楼里德的尸体带回家，是什么时辰啊？亥末子初，这就都对上了。独孤阳虽已决定赴死，奈何娄青台反复纠缠，他也担心错判其父死亡的真相，于是决定将尸体背回家，叫其母曹慧赴宴。所以那夜，我儿才说有娘赴宴，真好。娘，儿子当了一辈子仵作了，从没出过错，没有辜负娘亲传的记忆。娘，我最大的福分，便是能做娘的儿子。儿啊，你不会是自行了断吧？就是。兄长，此时我又路过冥器殿，见灯还亮着，就想陪他去说说话。你来了，我一直都在等你。你脸色不大好啊，是不是该早点歇着了？要不今夜就回家去睡吧，这里啊阴气重。不是这里阴气重，是我阴气重。钟伯，我能求你帮个忙吗？哎，仵作，你看你咋一下子客气了？有啥事儿你说吧。钟伯，请受独孤阳100。哎，仵作，你他要自行了断，让我把钱放到你勇手中，等在冥器殿外，待子丑交接之时，见谁来冥器殿，就指认谁是凶手。我问，为什么？可是，为什么呀？哎，仵作，仵作之死，我
不足轻重。为什么呀？独孤之多，还望成全。兄长，仵作已死，再好的郎中也救不活了。我只能照他的吩咐，将剑放到了倪勇手中。我知道来龙去脉。我觉得逼死独孤阳的不是董浩谷，是牛大明。我与仵作同仇敌忾，便自作主张指认了他。娘，牛大明，按照规矩，仵作不临刑场，但是待你砍头之日，大唐女仵作曹慧会亲自为你验尸。我想看看你有没有长着人心。娘，娘，别慌，别慌，给他放平，我给他施针救治。苏明，苏明！哎，可是独孤仵作。不对呀，我记得你好像已经不在人间，独孤兄，你是不是还有什么遗憾啊？独孤阳。10天了，伤口也好的差不多了，怎么还在做噩梦？都怪你逞强，醒了就去审案子，2次毒发险些要命，还抢了人家卢大将军的风头。不会吧？为什么一直躲着我？是觉得我这个江湖女子配不上你？没有，我从来都没有受过这么重的伤，半条命已经给了你苏无名，剩下的半条，你若不要就直说。啊，不，我。你是不是知道会遇刺客，才撵我走的？你不想让我跟着，是怕连累我？不，哎呀，我掐指一算呐，他也该醒了。哎，你看，醒了。老飞，细菌，我不是跟你们说。你说不想见樱桃，可是我们拦不住他呀。就是，做了对不起人家的事儿，道个歉不就好了吗？男子汉大丈夫，顶天立地。说一句对不起，就这么难吗？你以为你不见，这次就能把樱桃再撵走啊？就好像你不跟卢凌风解释，难道他就不知道你是为他好？樱桃，请受苏明一拜。光拜就行了，该说什么说什么呀。苏明嘴笨。你嘴笨，你要是嘴笨，那我们都是哑巴。
刚才好像梦到独孤阳了。他说让我再去一次冥器殿，帮他找点东西回来。是不是银子呀？卢凌风已经找到了，还用得着你？我们已向州府通报了案情。这5块银挺是独孤阳授意所得，先归还家人。只有这些？哦，原本是有6条，但独孤阳给了春山1块，还是5块，都在这儿了。我说的不是银挺，他难道就没给我留下什么别的东西？哪怕一句话？鲁将军说了，你全当没有也罢。敢问一日夫妻，要百日恩情。独孤何人请与娘子一昼共度，需10年修得。同床遥梦，则是3世之缘。独孤与娘子本月华夏携手，共侍炊烟，遭伉俪之深情，成他人之艳羡。然独孤生于仵作之家，向为世人所轻，又无通达性情，难令娘子欢颜。虽有雕虫小技，遭倪勇以营生，当盗贼于墓穴，已不为世人所重。又有奇哉，间隙既生，缘分难平，以为深谷。独孤内欲改性情，然朝夕难至。独孤外欲弃仵作，怎奈年久生情。独孤苍苍而娘子青青，若以此托当惊困娘子，独孤不为。今访春条，欢喜各生，复愿娘子觅得良家，对镜展眉，育女生儿，六亲皆欢，独孤无憾。唯留后平，永州石阳县，独孤阳尽力。好你个独孤阳，这哪里是休书，分明满纸都是不舍。看来我这个娘子也没有那么不堪嘛。我家独孤好文采，若非生于仵作之家，定可考取功名。不说这些了，功名虽是天下读书人的梦想，可仵作总得有人当啊。苏先生、费神医2位姑娘之位来的正好，今日有大事，还请各位见证。大唐女仵作曹慧，待儿独孤阳传译。下跪者何人？独孤阳之妻，春条。你可是自愿成为仵作？自愿。一日仵作，终身仵作。春条，无悔。无悔。哎，这得吆喝一声啊！春条，行拜施礼。叩首。
不冷吗？哼，还真有点冷。不过冷点好，冷点让人清醒，让我不再一直沉溺在梦魇的虚妄之中。你竟能梦到案情，是老谋深算，还是处心积虑啊？你说的这俩可都不是好词儿啊！你要是想骂我，就骂。我刚伤愈，也无处可躲呀。石阳已出告示，长安来的那个苏无名已死，你现在安全了。可是你还没有。何意？那日偷袭的刺客射出的第一枚毒镖，目标好像不是独孤侠书吧？独孤侠书，是我呀！我在石阳当县令，快看！我在暗处时，刺客早已动手，你少扯上我。可你早就说了，是2波刺客。苏明，在长安发生的事，你真的不打算和我解释吗？我就是为了自己的前程，为了升官发财，所以才进宫向新天子告了密，结果还这么丢人的事儿，有什么好解释的？你不想解释就算了，我看你能憋到什么时候。明日我们就启程了，你可愿同行？你在石阳耽搁了10几日，不就是在等我痊愈吗？这我要是……我逗留于此，不是为了你，是为了帮助独孤侠书还石阳朗朗乾坤。你到底跟不跟我们走？我苏明不是不识好歹的人，但我跟你西行得有个名分吧？做我的私人主簿如何？月俸多少？我的1/10给你。1/10，这么少？你跟我南下之际，我可是……你给过我月俸吗？没给过吗？就1/10。明日一早启程，嫌少你别跟着。反正樱桃对喜君说了，与我们一路同行，去看大唐壮美河山。哎，罗凌风，罗凌风，月俸的事儿咱们再谈谈。你多少你给我再涨点啊！独孤啊，今后的一切就只能靠你自己喽。你要记住，为官之要义就在于多为百姓做一些实事，唯如此便可寝能安，食有味，心里坦荡。受教了。哎，对了，那个独孤信没经石多面印，到底是个传说还是确有其物？这个谜团就得你来解喽。好，我会记在心里，查出结果为止。诸位留步，带上我亲手做的胡饼，路上充饥。马老板客气了。卢将军，您还我清白，是我恩公，请受马怀一拜。虽然没有鸡呀，但我也得谢谢你们。好了，送君千里终须一别。各位，留步吧，就此别过。苏先生，卢将军，费神医，喜君小姐，樱桃女侠，海内存知己，天涯若比邻，无为在歧路，儿女共沾巾，独孤以王子安诗句，送诸位。
真是找对了人。兄长何意啊？若是觉得这木雕雕得还可以，且要珍惜，一生不弃，最好传于后人。兄长，兄长托梦于我，何意啊？此乃兄长传家之物，还请收回保管。还真有这么个印，我看看。真是个宝物。这是何意？太姬将此印托付于你，它就是你的了。不可！你必须要替他保管。这不仅仅是宝物，这是他独孤阳的命，也是独孤家族的命。费神医医治多日，我老娘的病已经好得差不多了。他跟我说，多年之前，独孤阳的爹宁愿入赘5座之家，都不肯卖掉此印。入赘的条件只有一个，若有后代，须姓独孤。如今他将此印托付于你，定是因为你也姓独孤。请珍重此印，并将它一代一代地传下去。拜托了。独孤侠书谨记，此印乃是我华夏的宝物，千年后定可以大放异彩，告回兄长。对了，你说多有意思。昨日独孤阳托梦于我，让我叫你来家里吃薄托。你若想吃，随时来。多谢大嫂。无法乱，斧头岸，马鸣萧萧，彩云散。功名事，惹人烦。千重渡过暗重山。一桥弯，冷月暖，西出阳关路漫漫。为君一死生难，胡杨琵琶念长安。银河。
百丈星辰闪烁，故园半木花开花又落。临风一世，无名白首，赤子心，破苍穹。黄沙卷，金甲穿，烽火连城，横刀了却狼烟。心如水，志如磐，待回首天涯远。随我夕阳，行迹万里河山。与谁同坐明月清风？